一周过去，来和我一起看一看有哪些有用、有意思的软件项目和科技新闻吧。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用 QQ， 还会不会发说说？如果没有在用，不知道你是否会怀念曾经的青春？本周最火的开源软件之一就和 QQ 空间有关，它叫 GetQZone History， 功能非常简单，就是恢复你 QQ 空间曾经发过的说说。想使用它也非常容易，首先在 GitHub 搜索 GetQZone History 找到它，点击旁边的 Releases， 下载你系统对应的版本。下载完成后，把压缩包解压，直接双击运行。点击左边的获取内容按钮，扫码登录 QQ 账号，程序就会自动读取数据，稍微等待一会儿即可。数据读取完之后，它会自动分析，显示你一共发过多少说说，谁和你交互的最多，以及第一条说说是什么。点击左侧的说说列表，就可以按时间顺序看到全部的说说了。越往前越中二。同时还可以看到 QQ 空间的留言、好友、转发、照片墙等内容。我简单了解了一下，发现它是使用爬虫获取到了 QQ 空间的消息列表，从而读取到说说。所以只要曾经和人有过互动的说说，基本上都能获取到。微信曾经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获取到已经被隐藏的朋友圈，可惜后来被修复了。千问 2.5 Coder。 阿里在本周开源了新的模型千问 2.5 Coder， 该模型专门为代码打造，一共有6款，其中的 32B 版本在多种测试标准中均刷新了开源记录，甚至在代码修复、多语言编程等项目超过了 GPT-4o。 根据我在多个程序员社区的观察，本次开源的模型很多人都给了极高的评价。WeChat Dump RS， 微信 4.0 版本还没有公测，数据库解密就已经被搞定了。该项目使用内存暴力搜索，从微信进程中找出 key 并自动解密数据库，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，或者基于它进行2开。Toastfish， 这是一个利用 Windows 通知栏背单词的软件，在开启之后，它会在电脑的右下角弹出一个小窗口，然后你就可以上班、上课等恶劣环境下安全隐蔽的背单词了。它支持多种语言，且能设置词库，背完之后还可以进行随机测试，功能相当齐全。Hello Algo，上周给大家简单分享了一点我的刷题心得，其中就提到了这个项目。Hello 算法是一本开源免费、新手友好的数据结构与算法入门教程，只要跟着教程走，它就会一点一点的从最基础的概念起，让你一步步的了解各种数据结构和算法。整个内容深入浅出，且配有简单易懂且准确的动画，感兴趣的希望进大厂工作的可以学习一下。VMware。 2023年11月21日，博通斥610亿美元巨资收购了知名的虚拟机公司 VMware。 2024年5月，博通宣布虚拟机软件 VMware Workstation 对于个人用户免费开放，只要是非商业用途就可以任意使用。几天前，博通再次宣布，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， VMware Workstation 都将免费。支付宝。2024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，支付宝出现故障，导致无法付款，付款扣钱后仍提示失败等多种异常。11点25分，支付宝官方发布道歉公告，称问题已经修复，不会影响资金安全。共享单车。美团、Hello 等多家共享单车发布公告，因为系统升级、回舱保养等原因，将在郑州市暂停运营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此次暂停运营疑似和之前的夜骑开封事件有关。英伟达。英伟达测试已久的 NVIDIA App 在 PC 上正式推出，将会全面取代 GeForce Experience 和英伟达控制面板。新应用提供了管理显卡、管理游戏、管理驱动的功能，并且不再强制要求登录。未成年模式。2024年10月15日，网信办发布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拟建设指南。该指南中首次提出了分龄原则，平台运营者应该根据未成年人年龄打造专属内容池。安卓终端。谷歌开始在最新推出的 Android 15 QPR 测试版本中测试一项新的终端应用，在开发者模式中启用之后，将会自动下载 Debian 系统并安装，此后就可以在终端中使用 Linux 系统的功能安装 Linux 软件。越南。根据越南11月9日发布的新法令，12月25日起，越军访问量超过10万次的外国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核实用户身份，并在需要的时候向政府提供身份信息。俄罗斯。俄罗斯计划在12月进行断网演练，将在部分地区断开国际互联网，并评估潜在后果。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，这并不是俄罗斯首次演练，在23年、22年甚至更早的时候，俄罗斯都进行过演练。
4. 苹果2024年11月10日，疑似因 SSL TLS 证书过期，未及时更换， Apple Music 等部分服务出现中断，在使用时会报错证书无效。2023年11月12日，苹果 Apple Music、Apple TV 加服务再次发生中断，在 Apple Music 使用下载等功能时，会弹窗提示你试图购买的项目已不再提供。5. 微软最近有很多消息，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。Win11更新又出现了 bug， 微软在本周面向 23H2 和 22H2 版本用户推送了例行安全更新，但是在更新之后，部分用户发现系统竟然提示当前 Windows 版本已结束支持，点击提示会跳转到 Win10 的页面，也就是说，微软把 Win11 用户误判成了 Win10 用户。目前，微软已经证实 bug 存在，并进行了修复。微软宣布，从2024年11月14日起， Win11 应用商店的即时游戏功能将被移除。该功能是2024年2月才正式开放使用的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，我也没有听说过。微软应用商店正式引入了应用宝专区，仅在中国可以使用。之前我做视频给大家讲过，应用宝推出了一项可以在 Windows 上运行安卓应用的功能，微软此次的更新就是对该功能的补充。微软再一次复活了 MSN 品牌，将代替 Microsoft Start。Edge 浏览器在年初被用户发现会偷偷导入用户的 Chrome 标签页，随后微软悄悄下线了此功能，但最近微软又把它重新上线了。在系统更新之后， Edge 会自动启动，会弹出提示，如果用户点击确认，那么 Edge 每次启动的时候都会从 Chrome 复制打开的标签页、书签、历史记录。微软将会从 Chrome 的扩展商店中下架自动填充插件，该插件的主要功能是保存用户在浏览器上的密码，并自动填入到输入框。我的评价是，只允许我拿你的数据，不准你用我的数据。SSL TLS 证书是当前互联网安全可靠的基础，它会把你和网站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进行加密，以保证不会被中间人拦截读取数据。网站的运维者需要在部署服务的时候把证书部署在服务器上，但这个证书并不是部署一次就能永久使用，它是有期限的。在很多年前， SSL TLS 证书的有效期长达8年，2015年被缩减为39个月，2018年被缩减为27个月，2020年在苹果、谷歌等厂商的要求下，有效期再次被缩减，只剩13个月。就在上个月，苹果再次提议把证书缩减为200天，并逐步缩减到45天。如果证书过期了，且网站没有对证书自动化管理，就需要运维人员手动进行更换。所以苹果的提议也引起了很多运维人员的不满，但没想到回旋镖来得这么快。本周苹果的服务就因为证书过期没办法使用了。本周 Epic 限免了一款休闲解密游戏 Snakebird Complete， 该游戏画风可爱且精致，在 Steam 和 Epic 均有很高的评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是选题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